第30集，胡椒遭贾季芳羞辱。如今许亲家职不青云，已在京城户部当职，可他身处深渊之界，举步艰难，稍有不慎将会万劫不复。而傅太师的势力，同样也是宁王为之忌惮，两人之间有一笔说不清的血仇。高正和贾全事先向许亲家说明了危险，尽管极有可能性命不保，许亲家依然坚持要留下。休息过一晚后，许亲家主动去见贾相，意外得知他与父亲曾是同窗挚友。至于许父为何会贬至县城，这便不得而知。其实对于扳倒傅太师一事，贾相也是毫无胜算，唯有将重任寄于许亲家，若是等到太子登基，恐怕回转于地。反观崔五郎找到当年侍奉若妻的嬷嬷，并且从对方口中问出若妻死前的症状，种种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中毒而亡。宁王为此悲痛不已，若非之前傅太师认定自己功高盖主，暗中派人下毒，又怎会连累若妻惨死？趁着许亲家和贾相叙旧之时，胡椒独自跑去找玉娘叙旧，结果发现玉满楼生意清冷，于是决定助他一臂之力，继而成为玉满楼的二掌柜。正因如此，在胡椒的建议下，玉满楼新增曲水流觞的娱乐，吸引不少人参与其中，一时间成为文人墨客的常往之所。许亲家初到户部报道，得见度之司主事刘猛，对方简单叮嘱几句，便交给他整理文书的活计。适应了一段时间，冯大人在贾相授意下，寻了些户部账目，让许亲家调查，对他各种旁敲侧击，暗示他注意明面交道，不可令人掌握把柄。贾季芳听闻胡椒成为玉满楼二掌柜，于是带着一伙人前去闹事，当众对他羞辱一番。胡椒本就是不通诗词歌赋，尤其在大家百般嘲讽下，更是觉得丢脸。待他给玉娘盘算完收之后，独自闷闷不乐地回了家。由于户部文册都被存放在库房之中，且有专门的官员看守，想要进去得经3人之手，还得到处求着人盖章。尽管是集齐所有盖章，可是户部官员还会死死地跟在身后，一举一动都在对方的监视范围内。经过今天发生的事情，胡椒突然意识到自己根本配不上许亲家，而贾季芳的话在他脑海里挥散不去。许亲家发现胡椒站在茶叶前发呆，察觉有些不对劲，可胡椒却找了个借口回房，默默将委屈藏在心里。一连数日的调查后，总算是皇天不负苦心人，许亲家借着熟悉公务为由，又去库房翻阅了近些年来的军饷运输记录，突然发现一份与万民散调令极其相似的文册记录，而且文册上记录了更为详细的时间。高正知道户部并未适合详谈之所，与许亲家、崔五郎约定散职后去玉满楼再议。许亲家通过玉娘了解到贾季芳来过玉满楼，因心中牵挂胡椒，于是急忙赶回家里，希望他没有必要在乎别人的眼光，只要两人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便可。奈何胡椒绕不开心里的那道坎，表示许亲家之前娶她是为报恩，究竟是否存在感情不得而知。